在继续讲解咖啡烘焙之前，我们首先来复习前几节课程所讲到的内容，其中涉及到了咖啡生豆、咖啡的学习体系，还有咖啡的数据分析。接下来所讲的内容是烘焙中的热力使用。热力学是高中物理的一门课程，大家顺带复习一下。热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它研究的是热、功、温度以及能量在物理和化学过程中转换的规律。简单来说，使用宏观的物理量来描述这些现象，例如温度、压强、内能和熵。热力学四大基本定律分别为第零定律，热平衡，指的是温度；第一定律，能量守恒，指的是内能与能量的转换；第二定律，熵增，指的是熵与过程方向；第三定律，绝对零度下的熵，指的是绝对零度。热力系统如何达到平衡？它主要使用宏观的物理量来描述这些现象，例如温度衡量物质冷热程度的物理量，压强物质单位面积上承受的力，内能系统内部所有粒子的能量总和，熵衡量系统混乱程度或无序的物理量。我们并不是科学家，虽然无法深入的去了解研究热力学，但是作为咖啡烘焙师，必须知道热力学在咖啡烘焙中的重要地位。如何用热能把豆子转换成为所需的风味与口感的产品即可。因此，明白热能的特性，就可以在烘焙中合理控制咖啡豆的温度变化。整体来说，需要知道热传递有3种基本机制即可。一、传导热，是指热量在固体、液体或气体中，通过微观粒子如分子、原子或自由电子的接触和振动，将能量从温度高的区域传递到温度低的区域的过程。粒子之间互相碰撞和振动传递能量，粒子本身的位置没有发生宏观移动，这是与对流热的主要区别。传导必须依赖于物质接触才能发生，固体是最主要的传导介质。咖啡烘焙中的例子，烘焙滚筒壁的热量通过接触传递给最外层的咖啡豆，豆子内部的传导热量从豆子的表面传递到豆子的中心。二、对流热，又分为自然对流热，流体内部因温度不同导致密度差异，进而产生浮力驱动的流动。如热空气密度小，受浮力作用上升；冷空气密度大，就会下沉。当烘焙机滚筒内的空气受热后上升，就是自然对流的一部分。再次是强对流，依靠外界的作用，风扇、泵压推动流体循环流动。如烘焙过程中，通过风扇强制抽风，让热空气快速穿过咖啡豆，从而实现高效均匀的加热。这种强制对流热是烘焙师控制热量传输的关键手段。三、辐射热，是物体通过电磁波向外散发热能的传热方式，通常是红外线的形式传播，这是它与传导和对流热最大的不同。辐射热传热不需要任何介质，它可以在真空中传播，也可以穿过透明介质，如空气、玻璃。任何温度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持续释放热辐射。物体的温度越高，释放的辐射热能就越强。辐射热会直接被咖啡豆的表面吸收，将能量转化为豆子内部的热能。这种热方式的穿透性强，对烘焙深度和速率有重要影响。在现代咖啡烘焙中，烘焙师通常需要精确地管理对流和传导辐射热的比例，
以实现理想的升温率和风味发展。热传递机制在具体烘焙操作中的应用，如调整风速、调整风门来改变对流比例，这是烘焙师关心的核心问题。风门调节与对流比例的关系，正是将热力学原理转化为实际烘焙控制的关键。风门控制着通过烘焙滚筒的热空气对流、热源的流速和体积，它是调节对流热比例最有效的工具。风门开闭状态导致热空气流量在滚筒内的比例多少，会导致热传递变化效果的不同，如风门关闭或小风门，表示对流热的速度慢，滚筒内热比例多，热量被滚筒和豆子吸收更多。烘焙时间长，容易造成表面灼伤或内外温差大。大风门高速对流，空气比例多，会快速带走滚筒内的湿气和烟雾，减少在滚筒内停留。烘焙时间恰当的话，豆子受热更均匀，有利于排除烘焙副产物。但如果热源供应不及时，可能导致滚筒内能量不足，咖啡豆夹生的现象。不同阶段的风门策略，烘焙师会根据咖啡豆在不同阶段的含水量和反应需求调整风门，以优化对流热的比例。一、干燥阶段，排湿优先，排出咖啡豆内的10%的水分，将咖啡豆温度升高至150度左右，通常保持低风门，以确保烘焙系统内的热量积累和稳定。热量主要通过传导和辐射进入豆子，此时豆子温度低，如果使用大风门，热空气会很快被冷却并排出，导致滚筒内的能量不足，不利于升温。二、梅纳德阶段，应该对流热介入。梅纳德反应大概从130度至150度，直接到烘焙结束，此期间都会产生风味前驱物质。这个时候开始逐渐打开风门，增加热空气对流的比例，增加对流热，能提高升温速率 ROR。 梅纳德反应期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和挥发性酸，大风门能将这些副产物快速排出，保持滚筒内空气清新干净，避免异味水分回渗到咖啡豆中，俗称的加水反应。三、移爆与发展阶段，尽可能使用最大对流，控制移爆后的风味发展，排出烟雾，保持 ROR 平稳。移爆是放热的阶段，豆子自然热会使 ROR 飙升，较大风门可以快速带走热量，同时能快速地把滚筒内的水汽、银皮和烟雾排出，使豆子更加干净。总结：热力学控制的艺术，理解和精确控制咖啡烘焙中的热力学，是区分优秀烘焙师和普通烘焙师的关键。它直接决定了咖啡的风味潜力、口感、质地和品质一致性，是达成风味最大化、瑕疵最小化和品质标准化的必经之路。四、咖啡烘焙机的类型。作为一名咖啡烘焙师，你对咖啡机的种类一定要非常熟悉。咖啡烘焙机的分类方法有很多，最核心的分类是根据热传递机制来划分。根据热量作用用于咖啡豆的主要方式，可将烘焙机分为以下3大类：一、直火式烘焙，传导和辐射热占主导位置。滚筒通常是单层且有穿孔或网状，咖啡豆可以直接暴露在下方的火焰或辐射热源中。烘焙出来的咖啡风味通常能带来强劲焦糖化的口感，甜感会更加强烈。
醇厚度会更高。由于火焰直接接触，受热均匀度较低，如果操作不当，豆子很容易出现表面灼伤或烤焦的现象。2. 半热风式半直火，以传导、对流和辐射并存，通常是对流和传导同时提供主要热量，这是目前商业烘焙上最常见的类型。机器通过加热滚筒传导和同时送入热空气对流来烘焙，滚筒可以是单层或双层。烘焙师可以通过调整火力、风门来控制传导热和对流热的比例，风味表现均衡，容易控制咖啡豆内部和外部的成熟度，是许多精品咖啡店和烘焙工厂的首选。3. 热风式，也叫硫化床式，以对流热为主导，热风效应接近100%。设备基本不使用滚筒，咖啡豆被预热的高速气流吹起，悬浮在热空气中，就像漂浮在一个流动的床上。加热速度非常快，受热均匀度极高，几乎没有灼伤的风险。由于加热速度快，能更好地保留咖啡豆的酸度和复杂的花果香，常用于浅烘焙。又因为烘焙速度过快，可能导致内部风味发展不足，容易产生夹生的现象。咖啡烘焙机的热源分类一般是瓦斯与电力。瓦斯烘焙热源充足，火力控制灵活，是主流商用机的加热方式。电热式烘焙机多用于小型家用或桌面烘焙机，热源稳定，但通常不如瓦斯火力强劲。今天的咖啡烘焙基础知识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，谢谢。